はいはい、集めてはい我是1945年2月4号生在中国的大连。我呢是因为是残留孤儿嘛，养父呢就怕我受欺负，所以呢就给我送到武场，从7岁开始去学习武术。就我的养父，紧就是我，13了。现在主要是南拳北腿嘛，主要是用腿法比较多，也学了10多年了嘛。1963年第一个老师去世以后呢，我就觉得还年轻，还应该再学点东西嘛。我又学的通背拳，通背拳的手法比较快，所以又拜了第2个老师，又学了10多年。所以呢，这2个门派的拳基本差不多都能练。一中建交以后呢，都要找自己的父母嘛。养父也是同意我找嘛。他不管怎么的，要能找到自己的父亲母亲，还是应该找的。所以当时我就自己去找也找不着，也不知道姓名，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母亲去找 NHK 电视台，他们托人去让我去找我的，费了很长时间蛮找到我。当然是很高兴了。老母亲也哭，我也哭。老母亲说：“国门大赛，国门大赛，国门大赛呀！”我就知道国门大赛，他们就告我说对不起，我说也是说也没什么对不起，可能我比较理解，因为可能当时情况肯定是很困难。来了日本以后呢，日本话不太明白，说是边工作边学习日语，完了边业余时间教武术。当时我们家拿照片，拿了个练武照片，就放在这个每日新闻上。一这样报纸，他们就是有一个叫钱宇的，他就想跟我学武术。我就觉得他会中国话，又会日语，所以我想跟他学日语，我就教他了。完了以后，他又带2人来了，也会中国话，我就这样说，我就教他们3个人。教他以后，学生说，他礼拜6、礼拜天啥是不是能办个班？我说话不会说呀，他不会说不要紧，我说我们3人都能帮翻译，就这样说就教了武術了。日本の武術は割と直線的に動くものが多いのに、中国拳法は曲線で動く概念もあるし、螺旋で入っていくのもあるし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ことをなんとなくは聞いていたんですけど、実際に見たことはなかった。先生に最初見学に行ったら、もう何もかも先生が体現させて見せてくれたんで、もうそれで感動してしまって、感動がずっと続いていて32年ですね。刚是辛苦是吧？就是什么不会说话，就表达不出来。本来是想教很多的东西吧，说不明白，说不明白怎么办呢？就是比量，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手法，就是用手法去做。这样说，他家伙就就大约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了。あと先輩が殴られたら、ずっと1ヶ月痛くて歯医者に行ったら。歯が折れてたんじゃなくて歯の根っこが砕けてた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て、鏡で先生と目があっただけで怖かったって僕は聞いてます、先輩に。で今は先生優しい感じですけど。时间长了以后呢，这简单的话我就会说了。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本的孩子觉得他学什么呢比较认真。我教的学生，密宗拳、通背拳都打过第1名的、第2名的都有，都是我的学生。在这10年以前，有一个长拳的，就是我的学生，有一个叫熊春红的，在世界打过第2名，就是表演比赛项目。他从小跟我练武术呢，一个是对，就是说一个是精气神呢，可以提供这个精气神。精气神的话，就是对精神各方面都有素质，在素质上面都有好处，对身体也有好处。这个是像天气一样，练武也是一样，都是要顺其自然才能练好。所以现在呢，这么大岁数了，因为底功好，所以我的虚步站，比如说虚步马步，这么大岁数还可以站。常松先生の武術には引退がない気がしますね。だからものすごく武術とかやる者にとって夢を見させてくれる。与民间的交流，这是最重要一点。因为所以我经常呢，带着学生到中国去，我也请中国老师来日本，就互相交流。あと中国連れてってもらって結構仲良くなった人とかもいて。
やっぱりその理屈よりは実際会ってこう仲良くなって個人と個人でその、漠然とした中国の人ってイメージよりは顔がイメージできる関係性っていうのが、先生と一緒に中国に行くことでできたので、それは結構個人的には大きかったかな。虽然我留的是日本的血，但长的是中国的肉。因为我的武术呢也是中国老师教的，所以我想用中国的武术呢这个传承，把教给我们这些日本人，这样让更多的一些日本学生呢能够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武术，是更加深了一种友好的关系。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这35年当中也致力这边的工作。